大家好，我是阁主。今天这位是我们的采访嘉宾，请他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威廉。今天朋友搬新家后，邀请我去他家认认门，恭喜他终于脱离了苦海。至于是什么苦海，稍后给大家揭晓。那么我现在准备去给他买礼物了，总不好空手上门啊。那咱们就待会儿见了。Hello， 豆豆，走。来欣赏一个一镜到底。买了很多，还有几个。啊，你这床就喝了一杯了，就一个垫子。床就先这样。对，今天到了电热毯。啊，丰盛的晚餐。来，按照日本的礼仪，给你送了一个点心。ありがとう。来，大家看一下，这是日本的虾堡，全是虾，很少能看到面粉，比香港的那个虾堡还多。香港的那个虾可能就6、7个，这个的话一口下去全是虾。干杯！再吃一个巨无霸。你看，日本的巨无霸汉堡包居然有4层牛肉。看，这是他新房的阳台，还有火车经过。他在外面还买了一个小桌椅，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坐在这里晒晒太阳。这晾衣杆儿。大家好，我是阁主。今天这位是我们的采访嘉宾，请他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威廉。那这位呢，他是威鲁桑，他和我呢都是10月份第一次来到日本，我们都是同一个语言学校的。最近威鲁桑搬了新家，他呢邀请我来到他家做客。那我就有一些问题想问威鲁桑了。为什么你在短短3个月不到的时间内急于搬家呢？是因为住得不舒服吗？还是什么其他更具体的原因呢？确实这3个月住下来，感觉上一套房子住下来确实不是很舒服。那例如呢？比如说这个房屋的噪音问题比较严重，因为它是临街的房子，所以就是晚上经常会听到暴走族的声音，睡不着觉。确实，暴走族这个问题在大阪来说其实是很普遍的。那么除了关于暴走族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还有整体房子的这个房屋状况不是很好，尤其是房子的室内空气不是很流通，有比较奇怪的气味，再加上房屋外面的连廊处也有很重的油烟味。奇怪的气味具体是什么气味？就是不是特别好形容，但是就是一种因为是老房子嘛，然后他又上个中介跟我说是刚刚整修过的，可能有一些老房子加上新整修过的材料散发出来的味道，所以整体味道我觉得对长期在那套房子住下去可能会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那确实是很严重了，特别像我的话，对于气味来说很敏感，我是受不了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选择尽快搬离那里。对，当时我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找了现在的房子。那你没有跟中介确认过这些问题吗？因为当时找那套房子的时候，我人在国内，还没有到日本，所以我没有办法亲自看房。我觉得这也是这次能够踩坑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即使你人在国内，但是你已经跟中介确认过图片和视频的，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确实，因为之前人在国内找房的时候，和这位中介也是透过微信进行视频通话的，当时也是在线看了房的，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在线看房没有办法发现的，比如说噪音问题，还有房屋的气味问题，这个是必须人到现场才能发现的。然后当时的中介也没有跟我说清楚这些。海外审查的话，确实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威路上，对于现在你找的这套房子，你还满意吗？现在找到这套房子，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满意的。那这套房跟你上一套房之间具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好的。因为这套房子是去年才建成的新筑，和之前的99年的老房子不一样，所以整体的整洁程度会比较高。再加上因为是新筑，然后又是最高层，所以整体的这个隔音效果会比较好，几乎听不到马路边的噪音。那像这个新房子的话，它的气味还会不会有残留？我是这个月初搬进来的，到现在应该住了10多天了。然后居住下来的体验来说的话，和之前的房子有很大的区别。气味的话几乎是没有，因为之前的老房子我不知道气味是从哪儿出来的，就是我买了很多空气清新剂也没有用。然后这套房子它本身自带一种新房的香味，所以我觉得气味问题不再是一个困扰了。确实啊，听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还真没有闻到什么新房的味道，就感觉跟平常住的房间是一样的。特别是在采访之前，我也去过威木桑的上一套公寓，那里面的味道确实非常的刺鼻。对，是，所以这个问题再加上噪音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所以我终于下决心要搬新家。那你这第二套公寓的话，你是自己找的，还是通过什么其他途径找到的呢？现在这套公寓应该可以说是我自己本人找的，因为在租这套房子的时候，我人已经在日本了，所以我能够比较方便的去跟本地的房屋中介进行沟通。然后租这套房子，我也多家对比了很多房屋中介，最后选择了其中一家进行委托。那你在委托中为什么单独选择了这一家呢？首先我觉得找房的话，它是一个博弈或者说砍价的过程。其实可以拿着初期费用的单子，然后去找不同的中介公司进行对比，看谁给出的报价最低，然后进行一个选择。我相信这是大家不太了解的一个方法。对，说到这的话，一定要请威木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初期费用是什么，它跟我们国内的租房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好的。因为就是像与国内租房有很大不同的是，日本租房这边普遍都是要有一个初期费用这样一个概念。那初期费用就是包括你房子的头一个租金，然后再加上有些房子可能要交给房东礼金，对，有些还要有押金，然后再加上房屋的管理费以及中介的手续费、火灾保险费和钥匙管理费，还有些可能会提前要支付房屋清扫费，所以这些加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初期费用这样一个概念。那照威路上刚刚说的这些，我们算下来的话，可能初期费用相当于是房租1个月的2到3倍。那么请威路上给大家分享一下上一套和这一套房子实际初期费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好的，我上一套房子的初期费用是20万左右，然后那套房子的房租加上管理费大概是6万块钱左右。但是这套房子加上管理费是7万1千元，而实际的初期费用只有13万。为什么房租增加了，初期费用却降低了这么多呢？这是因为我在找房过程当中使用了这个砍价的这个方式。因为我在来日本之前租房，我不知道日本租房还可以砍价。还可以砍价吗？我也不知道，你给大家好好说说。对，其实大家可以在下次租房的时候拿着头一家房屋中介的给的报价单去找下一家房屋中介，让他给一个更低的价格，然后拿着这个更低的价格重新去找另一家房屋中介，然后以此来得到最低的价格。那照你这样的方法的话，是不是对于日语会有较高的要求呢？其实对于日语没有特别的高的要求，能够基本的沟通就可以，因为日本这边的房屋中介还是比较耐心的，所以对于留学生来说，我觉得不必要担心。
所以说，对于大家日语水平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也能跟他们顺利讨价还价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当时不仅是通过面谈，还在 Line 上面进行这个文字交流，然后文字交流的大多情况下，我还是通过翻译器进行这个交流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能够使用翻译器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吗？只要脸皮厚、胆子大一点，用翻译器也是可以做到沟通的。对，我觉得大家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语言的问题，然后产生一些畏难情绪，并且我也相信大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以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在日本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房。阁主给大家分享一些租房的注意事项，就是大家在找房这件事情上一定急不得。如果说能够来到日本实地考察的话，尽量来到日本实地考察。其实租房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如果你能先来日本，提前住民宿或者酒店的话，你花10天半个月的时间去实地看房，总好过你在海外签约实地看不了房，然后过来发现自己踩坑了之后呢，还要像威路上一样赔违约金，还要再花时间再找房子，倒不如直接来到日本之后一次敲定比较好。对，我觉得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在日本租房一定是急不得，就是能够实地看房肯定是比你在海外匆匆签约是来得强的。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的话，自己找的房子一定是比看不见摸不着的房子来的要更满意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租房的事情上更加的谨慎，然后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时间精力。好，我们今天就感谢威路上分享的他个人关于租房的心得和体验，后续还有在日本生活的经验的话，还会陆续给大家分享。那最后希望威路上经历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过后，希望你接下来在日本的生活能够一帆风顺。谢谢阁主，也希望我的个人经历能够帮助到屏幕前的各位观众。谢谢各位花时间观看，如果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各位的话，希望大家能够订阅、点赞、加评论。当然，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都可以打在评论区，我会尽力帮大家解答。最后，威路上来，跟大家一起说再见吧。好，再见。再见。